Hello，各位好，我是游戏鬼 K。今天我们继续来玩关于司门氏的一些传闻。上一次我们玩了他的第一个故事健忘症，那么这一次我们来玩一下他的第二个故事返乡。废话少说，直接开始吧。依旧是这种视觉图背景。呼，好热，总算是凉快了。这座城市的夏天实在太难熬了，这点还是老家好啊。有人来了，请问要点些什么？居然还有菜单。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是一家咖啡馆，是奶茶馆啊。我要这个厚椰拿铁。你呢？我跟你一样就可以了。好，那就麻烦给我们2杯一样的厚椰拿铁。2杯吗？好的，我明白了。所以这一趟回去，你有想起什么吗？怎么说呢？可以算是想起了不少东西吧。那真是太好了，恭喜你。那我们今晚应该找个地方庆祝一下吧。谢谢，不过先别急，还是先听我说完吧。首先，老家的风景跟我记忆里的一模一样。这应该是农村那边的梯田吧？大片的梯田，连绵的群山，低矮破旧的乡村房屋。这老家还不错啊，相信这里的空气肯定很新鲜。医生说的没错，我的记忆正在一点一点的恢复。我们的女主是得了什么失忆症吗？不然为什么这么说？每晚出现在梦的内容，很可能都是我曾经记忆里的一部分。还有在看到特定场景后，脑内也会浮现出和那个场景有关的记忆。这应该是一个家院子吧？在老家的院子里看到那棵龙眼树的时候，我的脑内响起了一阵声音，是来自乡下的风声吗？还是乡下小孩子打闹的声音？该怎么向你解释呢？对没有失忆过的人来说，可能有点难以理解吧。每当记忆复苏的时候，总有一段走马灯般的影像在脑海中流转。看到龙眼树的一瞬间，我好像想起了自己小时候的事。那段回忆距离现在应该已经有20年了。当时的我还在读小学2年级。我有一位大我3岁的姐姐。在我的记忆中，每个周末的下午，我和姐姐都会搬来桌子和板凳，坐在院子的龙眼树旁学习。说是学习，其实写作业根本用不了多久，剩下的时间不是在聊天，就是在玩扑克牌。您的2杯厚椰拿铁，请慢用。啊，好的，谢谢。刚才说到哪里了？说到你和姐姐2个人在院子里玩扑克牌。啊，没错。当时的乡下没什么娱乐活动，扑克牌算是为数不多的消磨时间的方式。周末时，我和姐姐经常在院子里玩扑克牌，一玩就是一下午。能阻止我们的大概只有下雨了。为什么一定要在院子里玩？扑克牌的话，在室内也能玩吧？你说的对，但大人确实很难理解孩子的心思。也许那时我和姐姐觉得在院子里玩扑克更有趣。总之，只要不下雨，周末我们一定会守在院子里打牌。真是单调的童年呀。20年前的乡下就是这样啦。我目测老家院子的大小，大概有我现在住的公寓房间的2倍。那就是有50平方左右了，虽然说不是很大，但也够2个人玩耍了。对，院子的4周被围墙环绕，唯一的路口在屋子一侧。可能正因如此，家里人才放心让我和姐姐在院子里玩耍。围墙将院子与外界隔开，院子只属于我和姐姐2人的空间。平日里进出院子的，除了我和姐姐，只有家人。然而却有一个例外，音乐开始变得有点诡异了。当家里只剩我和姐姐时，
总有个陌生的阿姨在围墙外徘徊，该不会是什么人贩子来这踩点吧？她会躲在龙眼树背后的围墙外侧，从某个几乎固定的位置探出半张脸。Oh my god， 有个人脸！记忆中，她似乎总是带着微笑地凝视着我和姐姐的方向。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啊？关键是这背景音乐还跟着诡异起来了。不过，她真的在笑吗？由于那堵墙始终遮挡着她的下半张脸，我只能通过她的眼神暗自端测。What the hell， 这什么鬼东西？伟人吗？有点瘆人啊。对不起，因为我完全想象不出她微笑的模样。有一次，我实在按捺不住好奇心，便问姐姐：“姐姐，围墙那边的阿姨是谁啊？”姐姐歪着头，不解地注视着我。哪里有什么阿姨啊？你该不会是没睡醒吧？不会吧，就我一个人看到了，那么这样就更诡异了。就我们一个人看到了，其他人看不到，那种无力感谁懂啊？我用手指向龙眼树背后围墙的方向，就是那里啊！你看，围墙的上面，哎。当我想让姐姐确认的时候，围墙上已经看不到她的身影了。这不是什么都没有吗？你眼花了吧？这种事情还是挺常见的。小孩子常会把某些形状特殊的东西想象成人脸的模样。或许你小时候也这样把塑料袋、气球、石头之类的物体错看成类似人脸的样子吧？是啊，若以如今的眼光来看，我也是这么想。但小时候的我却坚信墙的另一头藏着一个人。每当姐姐转头看向围墙时，她就会立即躲藏起来，因此只有我才能看到她的存在。并且当我想要靠近她时，她也会迅速地躲藏到围墙的后面。还真是个容易害羞的阿姨啊！这个人的脸真的有点发青到一种诡异。年幼的我对此只能产生这样天真的认知。现在重新回想起这件事时，我才感觉到毛骨悚然。听你这样描述的话，确实是挺吓人的，不过还没有到让人毛骨悚然的程度。或许只是某个喜欢孩子的邻居阿姨的恶作剧吧。我也这么想，却又忍不住好奇。当人路过令人怀念的地方时，不都会想去看上两眼吗？何况是我这种记忆还在恢复阶段的失忆者。院子里的龙眼树背后的那面围墙，对我有着一种奇妙的吸引力。根据记忆中的场景，我来到了围墙前。这时我才注意到，儿时记忆中本就高大的围墙，比想象中的还要高。我的身高是1.63米，围墙比我还要高出2个头左右，这就有点不对劲了，哪有人会这么高？估算下来的话，围墙的高度应该是超过2米了。那就是说，如果小时候你的记忆是正确的，那位阿姨的身高要不是超过2米，就是踩在什么东西上了吧？这个猜想的话是很有可能的。没错，但这是不可能的。我确认过了，围墙的后面，紧挨着围墙的另一侧有一条水渠，沟渠区宽约半米，两侧边缘厚度不足10厘米。如果不借助特殊工具，成年人也无法将头部探过2米高的围墙。我能想到的只有一个巨人蹲在墙后的画面，可不管怎么说，这都太荒谬了。那果然还是小时候看错了吧？是啊，只能这么想了。但我还是不死心，所以我又跑去问了母亲。妈，我们家龙眼树背后那面围墙的另一侧是不是修过一条沟渠？我记得我小时候应该还没有的吧？你记错了吧？
那条沟渠是几十年前建房子的时候就有的。果然还是太勉强了，还是在家里休息一段时间再去上班吧。不用啦，我现在只有一些小时候的事记不清而已，已经不影响日常生活了。那你一定要好好听医生的话，你才刚做完手术，千万不能勉强自己。好啦，我知道了，如果感觉不舒服的话，我一定会立刻去医院的。话说回来，这次回家怎么没看到姐姐？她现在人在哪里？你问的是你堂姐吗？她没事来我们家干什么？怎么会是堂姐？不，我是问我亲姐的事。暂停一下，不用再详细说下去了，我感觉已经可以猜到后续了。在那之后，你有跟母亲确认回忆中的细节吗？有是有，但结果并不好。或许就像你猜的那样，当我向母亲描述记忆中的场景后，她告诉我，我并没有亲姐。我小的时候家里一直有大人在，我也没有独自在院子里玩耍的经历。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这么说，那些儿时的记忆都是你幻想出来的吗？虽然很想否认，但那些回忆确实有可能只存在于我的脑中。母亲听完我的回忆后，露出了非常悲伤的表情。她叫我把工作辞了，安心在老家休息一段时间。我实在不忍看到她再露出那样表情，所以我就答应了。原来如此，那你现在为什么会在这里？哈哈，跟你说实话吧，其实今天是我偷偷跑出来的。偷跑出来？本来我是跟母亲来市里的医院复查的，这样也太危险了吧。但是医院里人太多了，闷在里面实在无聊，我就趁着排队的时间偷溜出来了。我在附近闲逛的时候，路过了社区公园，突然想起你就住在这附近，所以你就约我出来了。是啊。话说回来，应该是从大学毕业以来就没见过面了吧？时间过得可真快啊。好吧，不管怎么样，今天你必须请客哦。因为我急着出门，钱包和手机都忘带了。啊，没问题，这点小事就包在我身上。今天能约你出来真是太好了。下次有空的话，我们一起去哪里玩吧？想去我的老家。可以是可以，不过乡下真的除了空气好以外，就没什么好玩的了。不过要是你想来的话，我随时都欢迎。啊，对了，怎么回事？对面没有人？下次把宿舍的其他人也叫上吧。我们这个女主不会还有妄想症吧？人多的话应该会更热闹吧？该不会从一开始就没有对面那个人吧？你说呢？ OK， 到这里的话，第2个故事就结束了。那么本期视频就先到这里了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